我叫林夕，从小在乡下长大。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考上顶尖大学的物理系，靠自己的本事报效祖国。可惜乡下条件差，很多问题老师也讲不透。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苏家忽然找上门了。你先坐一会儿，我去找你母亲。好。妈妈，我占了他18年的位置，现在他回来了，我怎么能还待在这个家呢？我不能这么自私，我今晚就收拾东西离开。你还小，你能去哪儿？一个小姑娘独自出去怎么生活？吃住谁管？受委屈谁护着你？妈妈，我长大了，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攒了很多零花钱，足够租房，我能照顾好自己。不行，那怎么行呢？在妈眼里，你永远都是孩子。你从小陪在我身边，谁都替代不了你。真的吗？我还以为你们把姐姐接回来就不想要我了。傻孩子，我们可是一家人，怎么舍得赶你走呢？这位应该就是苏太太，我的妈妈。不是吧，不是吧，真假千金相斗这种小说情节还真让我给碰上了。不过高考就在眼前，我可没时间陪他们玩这种游戏。看他们这样，应该还要再等一会儿，不如趁这点时间看会儿题。爸，他是谁啊？怎么在我们家客厅？你们回来了，正式介绍一下，她是林夕，是你们失散多年的亲妹妹。你说什么？爸，你糊涂了吧？我亲妹妹在那儿呢，这该不会是你的私生女吧？混账！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也是前一段时间才知道，当年你妈在医院生产的时候，护士因为一时糊涂抱错了孩子，这次才导致林夕流落在外18年。从今往后，林夕就留在咱们家里一同生活。你们两个做哥哥的，可不准欺负她。她算哪门子的妹妹？柔柔才是跟我们生活了18年的，现在突然冒出来一个亲妹妹，难道要把柔柔赶走吗？不行，我不同意！苏成业，你给我闭嘴！我是你大哥苏成宇，这是你二哥苏成业。你二哥他性子直，有什么话当场就说，不过没坏心思，希望你不要介意。你们在说什么？像，太像了，跟我年轻时候一模一样。我是你妈妈，这些年委屈你了，没能在你身边护着你。现在你回来了，妈妈一定会好好补偿你。你刚刚在干什么？刚才看你们一直在聊天，我闲着无聊就做了几道题。是我们疏忽了，你在做题。那你现在在哪里上学？读到几年级了？我在乡下镇高中读高3，马上要高考。乡下镇高中。既然你这么爱学习，这2天我把你的学籍还有户口转过来。爸，乡下的学校条件简陋，师资差，进度慢，姐姐底子肯定落下不少。况且高考就剩最后1年了，要是让姐姐现在转进来，她肯定也跟不上。不如让她留在家里，帮家里百货店打打下手，学学做生意，安稳过日子。你底子差，起步晚，高3突击太难，别到时候竹篮打水一场空。我托老街熟人，给你报个街道文工团，学个歌舞手艺，能养活自己，以后也不愁吃穿。天啊，我就只是想好好读个书而已，怎么就这么难？这么简单的挑拨没一个人看出来吗？我想读书，您怎么想？高考变数太大，1年时间太短，风险太高。我们苏家做百货生意，家底收拾，不差你读书那一条路。我看不如留在家里接手铺面。就你那点底子，去了重点学校也是垫底，还不如留在家里做生意。别人想求也求不来的机会，你就别矫情了，知足吧。有想法是好事。谁告诉你们我学习很差了？这是我高3以来所有模考统考的试卷，我次次全科接近满分，年级断层第1。居然全是满分！我现在只想读书，考大学。如果您把我接回城是为了让我干这些，感谢您的好意，请送我回去。等等，我同意你去读书。那我要去省重点高中，那是最好的高中，去那里我的成绩肯定会提升。没想到你在乡下那样的条件下还能考出这样的成绩。既然你心意已定，我可以托关系把你转去省城最好的重点高中插班读书。谢谢爸。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不会白白浪费重点高中的师资资源的。爸，你疯了！那可是重点学校，柔柔费了多少功夫，熬了多久才考进去的？凭什么她一来轻轻松松就能插班进去？而学校同学要是知道柔柔多了个姐姐，会怎么议论柔柔？我坚决不同意。是啊，老苏，这事儿确实不妥。柔柔性子软，脸皮薄，在学校一直是人人夸赞的好学生，突然家里冒出个亲姐姐插班同校，别人会怎么议论柔柔啊？不如送你去普通高中。读书凭实力，凭本事。林夕成绩摆在这儿，配得上重点高中的资源。上普通高中只会埋没了林夕，不能因为顾忌柔柔的情绪，就耽误林夕的前程。若是当年没有报错，踏进重点高中烧门的人，本来就应该是我。这些年哪怕条件差，功课我也从来没落下。凭我的成绩，读重点高中本就是理所应当。都怪我，是我占了你的位置，抢走了本该属于你的一切，不然你根本不会耽误这么多年读书。我不怪你，当年被报错，我们俩都是受害者，你不需要自责。要怪也是怪那个护士，而且我来这里只想好好读书。至于爸妈的宠爱，我也不需要。你不怪我，我心里实在好受多了。之前是我想差了，能多一个姐姐我也很开心。爸爸，姐姐赶了一天路也累了，我送她去房间休息。城里的屋子跟灯都太好了，乡下煤油灯光昏昏黄黄，每到夜里看字都费眼睛。这白炽灯照得清清楚楚，有这样的条件，我一定能稳住成绩，冲刺高考。别以为爸妈松口让你转去省重棉，你就能一步登天。我在这个家待了18年，爸妈疼我，2个哥哥护我，家里所有的一切全都是我的。你不过是半路冒出来的外人，别痴心妄想抢走我的一切，你竟敢无视我！我已经说过了，我从来没想过跟你争家里的宠爱。我来这里唯一的目的就是好好读书，考大学。我们只需要和平共处就好。但如果你非要没事找事，刻意刁难，挡我的求学路，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少在我面前装大度，我才不信你不在乎苏家。我会让你看清楚，谁才是家里最受宠爱的人。姐姐，你为什么打我？这糟糕的环境，他们不会真信你。怎么了，柔柔？这到底是怎么了？我就是看姐姐刚来家里，怕她不适应新环境，好心想帮她整理课本、梳理功课，真心实意想跟她好好相处。可姐姐好像打心底讨厌我，我多说2句了，她就翻脸打我。我真的没有做错什么，我只是想好好跟姐姐相处。林夕，柔柔这么乖巧贴心，好心带你回房休息，想跟你和睦相处，你怎么能动手伤人啊？林夕，你到底懂不懂规矩？柔柔好心好意待你，你不领情就算了，居然还动手打人！我好心接你回家，结果你一回来就欺负柔柔，你就是这么报恩的？好吧，还真信了。我没有欺负他，是他摔倒的。刚才一进门，他就警告我说我是外人，不准我抢走他的一切，还伸手抢夺我的课本。见我没有退让，才自己顺势倒地装委屈，故意引你们上来。你分明是在胡说八道！柔柔一向乖巧懂事，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二哥，你别这么指责姐姐好不好？我清楚她心里一直憋着难受，全都怪我。要是我早点识趣离开这个家，你们根本不会因为我吵起来的。林夕，柔柔到现在还在为你说话，事到如今你还敢狡辩，赶紧给柔柔道歉！听见没有？赶紧道歉！你要是不道歉，我们就直接把你赶出去。欺负，这才叫欺负！林夕，你在干什么？别装了，你的这点把戏，我早就看透。我如果有心针对苏柔柔，早在我踏进苏家的第一天，我就会让她彻底滚出这个家，轮不到她在这装可怜、颠倒黑白。你一个从乡下回来的野丫头，当着长辈的面都敢动手打人，眼里还有没有规矩？西西，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柔柔向来温顺，从来不会主动与人争执，你为什么要针对她？你们养了她18年，我可以体谅你们护女心切，但我不会接受莫名的栽赃与算计。如果你们做不到公平公正，就没必要在这儿跟你们演亲情的戏。我再说一遍，我只想好好读书，请你们出去。这其中说不定有误会，我会把这件事查清楚。大家都离开吧，让林夕好好休息。
你放心，今天的事我一定会查清楚，绝不会让你受委屈。知道了，请你离开，我需要安静休息。行了，别哭了，不过就是拌了2句嘴，没必要小题大做，传出去外人看笑话，白白丢了我们苏家的脸面。小事，这哪里是小事？柔柔从小乖巧温顺，从来不会跟人起争执，她只是想跟林夕好好相处相处而已。林夕怎么能直接打她？就算是柔柔有错在先，姐妹之间口角几句就算了，她下手也太狠了。妈，你别生气了，真的不怪姐姐的，是我不好，是我嘴笨，不会做事，惹得姐姐心里不痛快，才让姐姐动了气。你千万别怪姐姐，不然我心里会更不安。你就是太善良、太好说话了，才会被他欺负的。我今天把话放这儿，他要是以后还敢欺负你，我绝对不会轻易饶过他。爸妈，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处理吧。天色也不早了，你们早点去休息吧。哥，脸还疼吗？不疼了，你也不要怪姐姐，真的全部是我的问题。我心里清楚，姐姐突然从乡下回到陌生的苏家，突然多了一堆家人，心里肯定别扭拘束，一时难以适应是应该的。是我太心急了，一心想跟姐姐好好相处，没想到适得其反了。那今天房间里的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信我吗？虽然和林夕相处时间不长，但能感觉得到他性子坦荡直率，做事有分寸，绝不会无缘无故动手伤人，更不会平白无故陷害你。你老老实实把事情说出来。对不起，大哥，是我错了，我只是心里害怕林夕回来之后，爸妈还有哥哥们的宠爱都会被他抢走，一时糊涂才想出这种办法。我真的不是有意要栽赃他，我太依赖这个家了，我害怕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害怕被你们赶出苏家。家里从来不会厚此薄彼，就算林夕回到苏家，我们对你的疼爱也不会减少分毫。你不必胡思乱想，只是下次万万不能再用这种害人害己的手段。有心事好好说，别自作聪明惹出事端。我真的知道错了，大哥，我跟你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做出这种糊涂事了。既然知错，等会儿主动去找林夕好好道歉。我知道。绝对不能让林夕留在这个家，必须把她赶走。柔柔，快点儿，再晚一会儿上学要迟到了。二哥，姐姐应该也收拾好了，我们要不稍微等一等姐姐吧？第一天一起去学校，结伴走也热闹些。等她干什么？没必要。乡下回来的丫头，城里马路都认不清，走路慢喷喷的，让她自己慢慢赶路，自己想办法到校。更何况昨天她还动手打你，今天让她自己老实赶路，反省反省。好吧，都听二哥的。我送你上学，学校路远，等你走到了也该迟到了。谢谢大哥。二哥，长这么大，大哥从来都没有骑车送过我上学。大哥就是看他刚来城里可怜才送他的，大哥最疼的还是你，你别往心里去啊。凭什么林夕一来就能比我更有特殊对待？昨天晚上的事儿，我教训过柔柔了，今天她就会来跟你道歉。道不道歉无所谓，只要不打扰我学习就行。你不要怪她，柔柔本性不坏，她从小在家里被护着长大，心思单纯也敏感。你突然回到这个家，她只是害怕自己拥有的一切被分走，所以才……我明白，换做任何人突然面临变故都会不安。我没有怪她闹情绪，也从来没想过要抢走她的宠爱。我只希望我们能和平相处。我可以理解她的害怕，但理解不等于我要承受她一次次刻意的刁难。再有下次，我绝不会轻易放过她。你放心，后续我会多看着她，不让她再无端找你向你学习。麻烦大哥了。同学们安静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位新转来的同学林夕，从乡镇中学转入我校高三，今天正式参与全市统一摸底控考。本次摸底中考成绩将作为高三分班的核心依据，考得优异可直接进入重点班，成绩落后继续留在普通班，一切凭分数说话。
林夕，你基础体系和城里学生有差距，不用紧张，正常发挥就好。学校会根据你的真实水平合理安排。谢谢老师，我会全力以赴的。乡下卷子难度远比不上省城统考，我倒要看看这次考试考砸了，你怎么跟家里人交代，还怎么留在苏屋？柔柔，这次总考年级前10肯定有你，你从没掉下来过。就是，上次联考那道物理题，全市就3个人做对，你是其中一个。别这么说，统考题目谁也摸不准，说不定这次就杀出黑马了吗？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姐姐林夕，前些年一直在乡下，最近才被爸妈接回家里来。柔柔，你成绩这么好，你姐姐肯定也很厉害吧？我姐姐在学校一直都是第1名，这次考试她肯定也没问题。不过城里考试难度跟乡下不一样，你还没接触过城里的题型，要是这次考试考砸了也没关系，大家不会笑话你的。考不考得好，成绩出来才知道。倒是你，与其在别人面前假意担忧我的成绩，不如多看2眼书。别到时候成绩下来，你考的还不如我这个乡下来的。那我就等着姐姐的好消息了。这次考试难度有点大，大家一定要认真检题啊！原来这就是省城统考的卷子，题型全部是我提前拆解的复盘过的常规题型，没有偏题怪题，只要对习题足够熟悉，并不算难。难怪城里学生觉得吃力，这套卷子高明从不在题型难度，而是藏在细节里。每道大题的常规题干条件都完全一致，唯独会在基础条件后悄悄多加一个隐藏变量，所有陷阱全埋在第3个演算推导环节，专门拿捏只会4套模板、不懂灵活变通的人。不可能，他怎么会做这么快？我连辅助线都还没画完，一定是不会做，在试卷上乱写。6条线抛清复合场轨迹，这种解法我从教10年，只在省级教研会的示范课上见过1次，连最后的压轴题辅助线的画法比我推的还少2条，这孩子也太厉害了。这次如果不出意外，我能考满分。老师，交卷。听说今天考试了，柔柔考得怎么样？我觉得还不错，运气好的话，说不准能上600，不出意外能进重点班。还是咱们柔柔争气，平日里没白用功，真给家里长脸。二哥别夸我，我只是正常发挥而已。对了，要说厉害还得是姐姐，整场考试她足足提前半个小时就交卷离场了。提前半小时？提前交，该不会什么都不会做，交的白卷吧？我早就说了，乡下那种简陋教学条件出来的人，怎么跟城里重点生比？跟不上进度，扛不住压力，现在露馅了吧？老二，你给我闭嘴！怎么说话的？林夕刚转学过来，不适应也是正常的。你这当哥哥的不说帮忙就算了，还在这冷嘲热讽，像什么样子？西西，妈不是怪你，可统考真的不能这么随便。你哪怕不会做，坐在那儿多想想，多磨一磨，说不定就能写出来。提前交白卷，这让学校老师怎么看你？谁告诉你我交白卷了？整张卷子我做完了，不出意外的话，能考710以上。妈，你听见没？他说他做完了，全市统考的卷子，人家重点班的好些人都喊难，还710，全市第1都未必能考710。你当这是你们乡镇期末考呢？老二，你少说2句。西西，有多少实力就说多少话，别逞强撒谎。就算这次你考得不理想也没关系，家里也不会骂你。不然等成绩单一出来，到时候难看的是你自己。妈妈，你也别这么说姐姐，姐姐刚从乡下过来，兴许姐没底才这么说的。我相信姐姐肯定也是尽力了，就算成绩差一点，我们也不会笑话她的。妈，我相信西西。这2天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去学校的路上，她时时刻刻都捧着习题本看。这份用功做不了假。等过几天公布分数，我陪你去学校查。要是你真考得好，不管你有什么心愿，大哥都答应你。一言为定。大哥你也疯了，他要是能考700，我把课本整本生嚼了。那我就等着二哥实现诺言了。
柔柔，你快去看，排名出来了。柔柔成绩那么好，肯定在前20名。急什么跑那么快？第几啊？你说就行。你在中流130多名。不可能，你是不是看错了？我看了好几遍，绝对不可能看错。你要是不信，就自己去看。柔柔，你别伤心，这次考试题很难，大家都考得不好，你的成绩已经不错了。林夕呢？怎么没看到林夕的名字？你说他呀，他考了全校第1。不可能，第1名怎么会是林夕？一个乡下来的哪来的本事考出第1名？难道是作弊了？要是所有人都知道你林夕作弊，看你怎么留在苏家。你们快看这解题思路，太漂亮了！压轴的力学综合题，我们班的孩子没一个写出来的。它步骤简洁，解法还比标准答案更巧妙，难得的好苗子。这是哪位老师的学生？是新来的转学生林夕。我整场监考看着他答的，做题又稳又快，半点不搭他。最后提前整整半个小时就交卷离场了。当时我就觉得这孩子不简单。我知道这个学生是从乡下学校刚转来的，原本我们都默认乡下教育资源有限，以为孩子底子薄，资质平平，入学顶多跟上进度就不错了。没想到直接给了我们一个天大的惊喜，太出乎意料了。乡下学校本来就不重视物理拓展，他能练成这种水准，悟性和基本功都是顶尖的，好好培养，绝对是冲刺重点高学的好料子。同学，有什么事儿吗？老师，有件事我纠结好久，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讲。可我要是憋着不说，又觉得对班里其他踏踏实实考试的同学太不公平。没事儿，你尽管直说，老师不会随便往外讲。我怀疑林夕考试作弊了。苏肉肉同学，你可不能胡乱瞎说，随意污蔑同学作弊，查实以后是要记过处分，后果很严重的。可姐姐之前一直在乡下念书，那边教学条件有限，物理这类难科目本来就很难学得透彻。这次摸底卷子难度不低，好多同学都栽在了大题上。可她不仅做得飞快，分数还格外拔尖。我没想恶意揣测她，只是担心会不会有什么隐情。若是真有不妥，对其他踏踏实实备考的同学未免不太公平。倘若真存在作弊行为，那学校绝不姑息，但咱们不能平白无故冤枉学生。李老师，你去把林夕叫过来。喂，是林夕同学的家长吗？林夕，这次你死定了。林夕，有同学反映怀疑你本次考试存在作弊行为，你有什么要说的吗？老师，我绝对没有作弊，您不能仅凭一面之词就认定我作弊。姐姐，主动认错，老师还能从轻处置，一直不肯说实话，等证据摆出来，事情闹大了，就真的没办法收场了。我这里还有一份同等难度的 B 卷，你愿意重考一次吗？当然没问题。王老师，请问到底出什么事了？怎么突然说我们家西西考试作弊？妈，您别着急，就是这次摸底考试，姐姐考的分数太高，还提前交卷，和她乡镇的学习水平差距太大，同学和老师都有些怀疑。我也是担心事情闹大，影响姐姐的名声，才如实跟老师说了情况。各位老师实在抱歉，是我们家孩子不懂事，您千万别怪罪。西西刚从乡下过来，好不容易回到家里，怕是太想得到我们家里人的疼爱，一时糊涂才动了歪心思。绝对不是故意弄虚作假的，求老师们高抬贵手，不要跟他计较。苏女士，话不能这么说，现在事情还没有任何定论，我们不能凭揣测就给孩子贴上作弊的标签，更不能一棍子打死。林夕现在正在做另外一套试卷，一切结果都等他考完出分再说。妈，您别生气也别难过，您别怪姐姐，要是姐姐真的作弊了也不怪她，肯定是平时家里大家都疼我，姐姐心里自卑羡慕我，才一时糊涂做错了事，说到底都怪我不好。还是我们柔柔懂事贴心明事理，要是林夕能有你一半沉稳懂事，我也就不用天天为她操心了。老师，我答完了，可以交卷。同学，这套试卷难度比摸底卷更高，你作答这么快，确定不用再检查一遍？不用了，老师。学习从无捷径，只会踏实沉淀，会做的题目一遍就够。我有没有作弊，这套卷子自然能替我证明。全对，这套卷子他竟然考了满分。
这下可以证明我没有作弊了吧？如果各位老师依旧存疑，我可以继续复设剩下所有科目，随时接受查疑。不用，林夕同学，完全不用，我们现在100%相信你了。是我们先入为主，差点冤枉了好学生。苏女士，您真是藏得太深了。林夕同学是我们今年学生里难得的好苗子。之前我们还带着刻板印象低估孩子，实在是不应该。林夕踏实、自信，实力过硬，是妥妥的重点班储备尖子，好好培养，将来绝对是冲刺名牌大学的好料子。是吗？没想到这孩子这么争气。太好了，姐姐，原来你真的是凭自己本事考的高分，不是我想的那样，真是误会一场。我心里一直揪着心，现在总算踏实了，真心为你开心。不必假惺惺，是你先带着偏见揣测我，是你主动跑到老师面前举报我作弊，无端给我安上弄虚假的罪名，从头到尾都是你在挑事，现在装出一副为我担心的样子，未免太可笑。西西，你怎么能这么说？柔柔也是好心，她是担心你一时糊涂走错路被学校处分，才不得已跟老师说明情况，怕你酿成大错。她全是为了你，你怎么反倒怪她？好心，真正的担心是求证，不是定罪。没有任何证据就笃定我作弊，主动举报，这叫猜忌。若是我今天考试失利，我作弊的罪名就要彻底坐实了。苏柔柔同学，这件事你做的不对，仅凭自己的主观偏见、刻板印象就无端怀疑举报同学，差点毁掉一位好学生的名声，也浪费了学校的教学资源。同学之间最该坦诚信任，不是暗自揣测、恶意猜忌。下次绝对不能再犯。我知道了，老师，我下次不会再这样。姐姐，对不起，是我误会你。误会是无心之失，你是带着偏见笃定我犯错，刻意抹黑，算不上误会。希望你记住今天，不要随便以自己的眼界随意定义、诋毁任何人。林夕同学，对不起，是我们疏忽，没有核实清楚就随意怀疑你，委屈你了。没关系，清者自清，真相大白就好。我只希望往后在校学习能凭实力公平竞争，不再被无端猜忌污蔑。林夕同学，你是个好孩子。对了，我这里正好有物理竞赛的报名表，你愿不愿意参加？我愿意。对了，林夕同学，你这道题是怎么想出这个思路的？是这样的，凭什么？明明我一直才是最优秀、最被偏爱那个，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我一定要让你从这个家消失。二哥，今天在学校闹出一点小插曲，我回来路上一直在反省，或许是我做事分寸没拿捏好，反倒是给姐姐添了麻烦。怎么回事？谁为难你了？你向来心思细腻，做事处处顾及旁人，怎么会惹麻烦？今天学校都在传姐姐统考疑似作弊的闲话，我怕流言越传越难听，才站出来找老师做主。没想到姐姐误会我是我举报的。我回家的时候一直都在琢磨，是不是我不该多嘴插手姐姐的事。西西啊，你当时确实误会了。柔柔那时候没想那么多，也不是猜忌你作弊，就是怕你一时糊涂做错事。柔柔心地软，看别人说你为你辩解两句，你倒好，一点情面不留，还倒打一耙。不是吧，统考那场套路又来了，天天演不累吗？我有没有作弊，早就在办公室和老师澄清了。你当众替我辩解，不是帮我，而是在众人面前反复强化我作弊的嫌疑。说到底，你不过就是害怕我成绩超过你。这个人怎么爱关套路关注？姐姐，我不是，我真的没有。林夕，柔柔只是好心，你怎么能恶意揣测她？快给她道歉！我又没做错，凭什么道歉？不是谁示弱谁会哭谁就有理，也不是嘴上一句为你好，所作所为就真的是善意。他们好蠢，一次次被苏柔柔的眼泪欺骗。我也好蠢，居然试图跟偏心的一家人讲道理。算了，我们还是吃饭吧。林夕，你这人心肠怎么这么刻薄？柔柔好心为你着想，是你歪曲她的心意，难道你不该道歉吗？我告诉你，你要是不道歉，都给我出！你给我闭嘴！分明是柔柔在没有你亲事情况下无端猜林夕，你有没有想过，林夕就坐实了作弊，你让林夕怎么办？都怪我，是我多管闲事，是我不该这样的，害得你们这个吵架，我走就是了。柔柔，刚刚委屈你了，想要什么奖励，我给你买。我想要物理竞赛的专用资料，还有配套课外练习册。柔柔，慢点走，有事别憋在心里，跟我说说。二哥，刚刚大哥那样说我一直在想，是不是从头到尾都是我考虑不周？是不是我不该替姐姐出头啊？你没有半点错，你纯粹是心肠和善，事事替旁人着想。错的是林夕，不识你的好意，还颠倒黑白指责你。你放心，不管发生任何事，我永远站在你这边，绝不会让你白白受委屈。方才收拾课本时，我听见王老师单独跟姐姐说邀请她参加物理竞赛，名单里却没有我的名字。我平日里也一直在刷题，到头来却连参赛资格都得不到。他不过是这次运气好，瞎猫碰上死耗子考出高分。论真实能力，你远胜过他，你不用难过。
我已经想好法子替你出气，保管让他这次竞赛彻底落空，再也没法在学校出风头。安安静静刷题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没有苏家人的打扰，做题效率都提高不少。接一杯水回来，继续钻研竞赛题型。没有准考证，我看你们怎么考试。不对，这本书我明明摆在左边，怎么挪到这边了？有人趁我离开进过我房间。我的准考证不见了。怪了，我那张准考证呢？明明塞在鲁迅文集里夹着的。明天一早就要入场，这要是丢了，我直接连考场大门都摸不着。谁最想让我明天当个睁眼瞎，错失这次省里竞赛的机会？苏柔柔，不对，白天办公室里王老师当众批评过他，他心里清楚，要是今晚再设计针对我，一旦败露，老师和爸妈都会彻底看清他的。有动机、有空闲，一心想替苏柔柔出气的人，只有苏成世。这小子整天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不过他偷了证会藏在哪儿呢？要是直接撕了扔垃圾桶，万一被保姆发现就露馅了。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暂时藏在他自己身上，等明天考试结束，再悄悄放回我屋里。到时候他还能倒打一耙，说是我丢三落四。跟我玩这种地道战的小马戏，你还嫩了点。没声音，难道睡着了？等明天到了考场，发现没准考证，看你还怎么得意。夜半三更，天赐良机。二哥啊二哥，这可是你自找的。先去他房里翻，枕头抽屉都得找一遍。但苏成义脑子简单，偷完东西大力不会多费心思另藏别处，十有八九还塞在今天穿的外套内兜里。哟呵，物归原主，不仅偷我准考证，还把我的照片折了个角。这牛仔服质量倒是不错，就是这审美，光拿回准考证多没意思。既然你这么喜欢玩捉迷藏，那咱们就玩个大的。小姑娘，站住，别往前去了。有人花钱雇你们拦我，耽误我物理竞赛考试，对吧？知道还不乖乖听话？10项点原地待2小时，我们拿钱走人，你也不用受罪。我给你们算笔账，拦我顶多拿一笔小钱，可耽误考试这件事，往大说就是蓄意阻挠升学竞赛，抓到是要被拘留的。况且真动手，你们2个也未必占得到便宜。我平日里也练过些拳脚，你们非要硬来，可以试试。大哥，这丫头说的有道理，真炸去蹲巴黎子不值当啊！哼，少废话。你一个小姑娘，也就拿这话吓唬别人。我们哥俩可不吃这套，雇主给的钱够我们哥俩去供销社吃喝好几天，犯不着怕你。柔柔，我这一套计划天衣无缝，林夕今天绝对赶不上考场。是吗？二哥，到底是什么计划？昨晚我潜入他的房间，偷走他竞赛准考证，没证件，他连考点大门都进不去。今天早上我雇了2人，把他堵巷子里了，消耗他大把时间。等他慌慌张张冲到考点，发现找不到准考证，直接缺失竞赛，在考场门口哇哇大哭。二哥考虑的面面俱到，天底下就只有二哥最疼我了，事事都向着我。不过我们这样捉弄姐姐，会不会有点过分呀？你就是心肠太软，才总被他压一头。你忘了前2天他怎么不给你脸面的，犯不着替他心软。二哥说的有道理，林夕，你就算成绩再好又如何？二哥还是偏向我，我看你怎么跟我斗。这最后一道压轴题还超纲，还少了关键参数，不行，我得换个思路，再画一版，用常规方法解下去，误差肯定大。不如虽然麻烦了点，但起码能保证精度。出题老师应该看得出来我在干什么。哟，咱们家的大科学家可算舍得回来了。说吧，这大半天没去参加考试，跑哪儿野去了？二哥，你这话真有意思。今天全省物理竞赛，你怎么就这么笃定我没去考试？他这么看着我干什么？难道是发现是我拿了他的准考制，还找人堵他？不可能啊！我的计划那么完美。二哥，快别说了，姐姐肯定是没进考场，心里难受才在外头散心。要是让爸妈知道她逃考跑出去玩，肯定又要生姐姐的气了。苏成业不行啊，我还没说什么，他倒先心虚起来了，一点也没有苏柔柔专业。看专业的人来了。实不相瞒，今天去考场的路上，确实有几个小流氓想拦着我，不过那几个人实在不敬业，连2分钟都没扛住就跑了，真可惜，差一点点我就赶住。你放屁！你连准考证都没有！
就算赶去了考场，你也根本进不去。二哥，我可从来没说过我丢了准考证，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没有准考证？姐姐，你别这样，二哥也是担心你，兴许是之前听旁人随口提了一群准考证的事才误会了。我就是随口一猜，巧合罢了。怎么了？都围在这儿？爸妈，你们可算回来了。二哥不仅偷藏了我的准考证，今天早上还特意找人在校门口拦着我，不让我去参加物理竞赛。你说什么？程烨，西西说的是怎么回事？老实交代。全是他凭空捏造，纯粹血口喷人。我没偷他准考证，更不可能找人堵他。你们凭什么只信他不信我？妈，您先消消气，这里面一定有误会。二哥性子再冲动，也不可能故意耽误姐姐至关重要的竞赛。说不定是姐姐记错东西放哪儿了。昨天晚上我把准考证放在书桌夹层，结果凭空消失了。今早拦我的混混亲口说是受人指使，方才我只提及路上被人阻拦，压根没说准考证的事。二哥却直接说出我没有准考证，这事除了偷证的人，别人不可能知道。我就是瞎猜的而已，凑巧撞上了。单凭一句话，凭什么污蔑我？是啊，爸妈，二哥只是随口一说，不能单凭一句猜测就定罪。说不定是姐姐丢证件心里着急，才误会二哥了。西西，会不会是你自己随手乱放记错了？程烨从小到大虽然调皮，但不至于做毁你考试的事儿。姐姐怎么能这样？就算没参加竞赛，心里不痛快，也不该拿二哥泼脏水啊！我没有记错，也没有耽误考试。昨晚我连夜取回了被偷走的准考证，今早顺利进考场，完整考完了整场物理竞赛。但我是在苏程烨的外套内侧口袋里找到了我的准考证，那件衣服现在还在我房间。那是他栽赃我，他故意把准考证塞进我衣服里陷害我的。身为哥哥，偷藏亲妹妹考试证件，还找人堵校门，半点兄长样子都没有。这个月所有零花钱就全部给我，车队的临时工作也不用去了，在家闭门反省。下次再敢做这种事，直接别回这个家。陈老，您先别忙手头的卷子，赶紧过目一下这份考生答卷，出大事了。慌慌张张成什么样子？历年竞赛前几名的试卷统一放桌边，我晚点空过来集中审阅，不必这般大惊小怪。这不是前几名的事儿，您仔细看他的物理实验方案。行了行了，每年参赛学生一大堆，能拿高分的年年都有，不用大惊小怪。试卷放边上，我晚点再统一核对。陈老这次真不一样，您先放下手里文件。这位同学整套试卷压轴难题，额外复答的滴水不漏，每一步演算都非常完整严谨，是本届整场竞赛唯一一份全科满分答卷。你说什么？快把卷子给我看看。标准答案是用惠斯宾便桥解题，而他设计了一套补偿法，最后测算出来的实验误差，居然比标准解法还要小。这种创造性思维属实罕见。快，立刻查这名考生的家庭地址，我要亲自登门见他。没打扰你们吃饭吧？我们两口子带明远过来串门坐坐。一直没空过来走动，今天特意抽空来看看你们。说什么打扰，快来落座，一起吃。今天特意过来敲定当年两家定下的娃娃亲人选。无事不登三宝殿，特意赶在这个时候来敲定婚约，反正不关我的事。看书看书。这事儿还是主要看孩子们自己的意思。这门婚约原本是姐姐的，选择权理应交给姐姐。这桩婚事必须是我的。听说西西这次物理考试拿了满分，厉害啊！你想好报考哪所大学了吗？京大物理系，以后想深耕物理专业。那正好，明远以后常去京市国营单位出差，你们可以多来往。你们正好在一个城市，多来往熟悉熟悉。好家伙，我算是懂了，这是要给我牵线啊！死嘴刚才怎么没说以后要跟物理订婚？阿姨您不知道，姐姐天天埋头刷题，根本没时间来往，恐怕会耽误明远哥哥。不是吧？努力学习也能被拿来当缺点？柔柔这找话的本事真是越来越熟练了。西西，你心里怎么想的？救命！高考马上就到了，别人都在刷题，这群人天天纠结谈恋爱定亲，真是魔幻啊！世界，我没兴趣，我现在只想好好备考，别的都不想考。哎呀，你们别跟他计较，这小孩子嘴直。婚姻大事本来就是双向选择，也该好好问问明允的想法。明允哥哥，若是姐姐不愿，你会选我吗？我选择和柔柔定下婚约。柔柔温柔懂事，比只会看书的书呆子好多了。喜欢爱撒娇的，嫌弃我爱学习的干嘛？要不要这么踩一捧一？既然两个孩子心意已定，你对此没有异议吧？太好了，以后苏柔柔注意力应该不会只在我这里了，专心冲京大，潜质美滋滋。既然双方都无意见，婚事就此定下。日后无论发生任何变故，你们都不许反悔。我们有事就不打扰你们吃饭，先回去了。放着你不选，偏偏选柔柔，摆明了谁都看不上你，还没兴趣。大好青春时光理应立身报国，
沉迷情情爱爱不是我的追求，钻研物理，考好大学，深耕专业，报效国家，才是我一辈子的志向。说的比唱的还好，说白了就是没人看得上你，嘴硬罢了。能不能别没事找事？我一心求官报国，在他嘴里反倒成了没人要，脑回路真是离谱。老二，胡说八道什么？你怎么能这么说妹妹？姐姐，你要是心里中意明远哥哥，这门婚事我可以让给你，我没关系的。大家没必要为了这件事吵架伤了和气。我愿意一辈子陪在爸妈身边，报答爸妈的养育之恩。又来了，又来了，经典白莲花退让戏码，一天不演浑身难受是吧？婚约刚刚才敲定给你，板上钉钉本就属于你，没必要假意退让。我对这些一点兴趣没有。爸妈对你有18年养育之恩，你想怎么回报都是你的私事，没必要时时刻刻踩着我刷存在感。西西，你放心，以后我一定托人给你寻一门更合适的好亲。救命！我刚说完不想搞情爱纠葛，怎么又扯回亲事上了？我的人生规划里只有报国、物理和高考啊！老爷，卫星局的陈老亲自登门拜访，已经在院外等候了。请问这里是苏家吧？您老人家大驾光临，真是让我们这蓬荜生辉啊！快请坐，请坐。请问哪位是林夕同学？陈老怎么会亲自找上门来？难道是知道林夕在物理竞赛上出了什么纰漏，特意来问罪的？爸，会不会是因为姐姐这次考试闯祸了，陈老才特地找上门问责的？陈老，林夕这孩子确实不成器，平时在家里就不省心，成天就知道惹事儿。要是他在考场上冲撞了您，我这就让他给您赔礼道歉。真是张口就来，不分青红皂白先给我定罪，一家人抹黑我倒是默契晚分。谁说我是来找他问罪的？陈老好，我是林夕，请问您今天找我是有什么事吗？你的试卷我看过了，那道压轴题的解法非常巧妙，你竟然自己搭建了一套补偿法来减少误差。小姑娘，你觉得这次竞赛考得怎么样啊？考得还算凑合，能及格。你这孩子太谦虚了，何止是及格，你那是满分，真是后生可畏。老头子想问问你，你未来想过继续深入学习物理吗？有，我想深耕物理专业，学好专业本领，立身报国，不负所学。好一个投身物理报效祖国，老头子我就喜欢像你这样的学生。这么好的科研苗子，一心想着为国争光，你们作为家长居然口口声声说他不成器，成天闯祸。要不是我亲自过来，这么好的天才差点就被你们给埋没了。我看这孩子乖巧得很，比你们有出息多了。是，陈老教训的是。林夕同学，我叫陈建国，今天来我是想正式问你，你愿意当我的关门弟子吗？愿意，老师在上，请受徒儿一拜。今日来的仓促，没带什么贵重物件，这支钢笔我随身多年，就当是你的伴师。往后求学路上，但凡有物理疑难、学术困惑，随时可以找我。凭什么？这个乡下野丫头，凭什么能当陈老的关门弟子？这往后，她岂不是要踩在我头上作威作福了？爸，我的头好痛，经典老毛病，一说就不舒服，演技真是永不断息。西西，你是我亲生女儿，之前我对你关心太少，亏欠了你。往后有任何心事委屈，尽管跟爸说。没关系，您愿意接我回城读书，我已经十分感激。其他的我没什么想要的，如果可以，我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埋头学习，反而过得更安稳自在。以前爸爸眼里只有我，只会抱着我夸我是宝贝。现在大哥偏向他，连爸爸也满心满眼都是林夕，所有人都慢慢不属于我了。陈老这般器重你，亲自收你为徒，是别人求不来的机缘。过2天我想单独登门拜访陈老，你有空陪我一起吗？您现在突然对我这般温柔愧疚，是真心想弥补我，还是单纯看中了陈老的人脉资源？西西，你怎么这么揣测爸？我是真心愧疚往日亏待你，是想好好补偿你，哪里是贪图什么人脉？果然哪有什么愧疚，就是想借着我的人脉攀关系。这算盘打得也太响了。不管是与不是，陈老是我敬重的前辈，现在更是我的老师，我不会拿我们师徒的情谊帮您周旋人情往来，您死了这条心吧。西西，你要是没有别的事，我就先回家刷题了。林夕这个贱人，不仅抢走了大哥的偏爱，还抢走了爸爸的关注，我一定要他好看。妈，柔柔，你醒了啊？怎么哭得这么委屈？是不是哪里又不舒服了？西西啊，柔柔身体不舒服，妈妈今晚在这儿陪着她，你先自己回家啊。卖产从不迟到，专属戏份又来了，我留在这儿纯属多余，赶紧撤退刷题。柔柔，先把这燕窝喝了。医生说了，你这次受了惊吓，得在家里好好静养。妈妈，我喝不下，我心里难受。怎么了？跟妈妈说怎么回事啊？妈妈，爸爸是不是不喜欢我了？胡说八道！你爸爸怎么会不喜欢你？可是，我昨天听到爸爸说，林夕才是他最喜欢的孩子。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为什么爸爸看起来更喜欢林夕？傻孩子，别瞎想，
你和林夕都是我们的孩子，你也是妈妈从小养到大的，爸爸妈妈对你的爱不会少。妈，真的吗？我就是害真怕。的，你安心养病，别想那么多。对了，为了让你高兴，妈妈把周姨请回来了，她从小最会照顾你了。是奶奶写的信，奶奶终于写信给我了。西西，最近在城里好不好？有没有好好吃饭？奶奶在乡下身体硬朗，一切都好，你不要挂念。你只要安心读书，做个坦坦荡荡的人。奶奶一直在家等我的希儿回来。奶奶，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的。苏家的人怎么想我，我根本不在乎。我有您的爱，就足够支撑我坦荡前行。柔柔，我的乖宝贝，周姨回来了。周姨，您可回来了，我好想你啊！哎呦，我的柔柔怎么瘦成这样了？真是心疼死周姨了。那个叫林夕的野丫头到底是怎么欺负你的？周姨，别说了，你都不知道，自从林夕回来以后，家里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她身上。在这个家里，我已经快没有容身之地了。哼，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也配跟你争？柔柔，你放心，既然我回来了，一定会帮你出气的。我这就去替你好好会会他。哟，不好意思啊，手滑了。哎呦，我这记性忘记西西不能吃香菜了，真是抱歉啊！抱歉啊，西西，阿姨不知道这件衣服只能手洗。阿姨，从你回到苏家以来，不是故意撞到我，就是洗坏我的衣服，现在又碰掉我的书，这么多次巧合凑在一起，我可以理解为你对我有意见是吗？如果你不想在我这屋干活，可以直说，以后我房间的卫生我自己打扫。哼，到底是乡下来的，没享福的命！你真当自己是大小姐了？得。一听这味儿，就是替苏柔柔冲锋陷阵的工具人上线了。阿姨，既然嫌我不是大小姐，那就别进我房间，省得脏了您的眼。您请回吧。这碰瓷演技，春晚没你我不看。烫死我了！林夕小姐，你不想喝鸡汤就算了，为什么要伸脚绊我呀？姐姐，他年纪这么大了，您怎么能这样对周姨？我绊他？拜托，我离他至少有半个身位的距离，怎么绊到他？好处不忍心更重。爸，这几天周阿姨端菜时故意往我手上磕，打扫卫生故意扔我的书，刚才更是自己假摔，想用热汤烫我。你血口喷人！老爷，太太，我照顾柔柔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做这种事？老爷，行了，你算算你回苏家之后犯了多少次错，每次都是针对西西，我都没有跟你计较。这次呢，竟然还把她泼在西西手上，你到底想干什么？原来他能看出来啊，这苏家人还真是有意思。老爷，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是啊，爸爸，周姨真的不是故意的，她在我们家干了这么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您就原谅她吧。没有周姨我会不习惯的，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会看好周姨，绝不让她这样了。看在柔柔的面子上，这次就算了，再有下次，你立刻给我收拾东西走人。林夕，你给我等着！林夕啊，你来看看，目前我们在大型设备轴承的微米级高度上遇到了瓶颈，这误差怎么都消不掉。这公式算得我脑仁疼，算盘珠子都要崩飞了。等会儿算完了，高低得让老师请我吃糖。老师，既然咱们在铁家伙的物理结构上突破不了，不如试试用控制系统做动态掐指补偿，用这个公式把误差补回去。妙啊！我怎么没想到？林夕，你这脑瓜子真是灵光！我这就去实验室找老李他们验证。老苏，出什么事了？事情很严重吗？百货批发那边的资金链彻底断了，整整500万的货压在仓库里出不去，再不盘活，下个月大伙都得去大街上喝西北风。老苏，
500万的死货，在本地除了我，没人吃得下。我愿意出300万现金帮你，不过嘛，得让你家林夕嫁给我家向东。向东虽然腿脚有点不方便，但跟了我们，他一辈子不愁吃穿。郑向东，那个走一步晃3下，发起脾气砸锅卖铁的主儿，这300万就想买个媳妇儿，这如意算盘打得真响，把我当菜市场上称的大白菜呢。姐姐，郑家可是咱这片数1数2的人家，你嫁过去就是享清福的少奶奶，而且这也是为了帮爸爸呀。我们苏家还没沦落到卖女儿求生的地步。哼，想清楚，机会只有一次。大哥，话不能这么说。林夕一个乡下来的，能嫁过去是她的福气，总不能看着咱家厂破产吧？二哥，你这么心疼，要不你扎个小辫嫁过去，天天说我福气好，这福气给你要不要啊？你够了！你给我坐下！家里都乱成这样了，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爸，那些压仓的货，我去问问陈老，看看他能不能帮上忙。老师，我今日冒昧登门，是有事想求您。苏家经营的厂子资金彻底周转不开，上游货源也被卡住，再拖几日就要倒闭，一家人都要难以为继。我实在想不到别的办法。你先安心坐下，这件事我来想办法。我有一位相交数10年的老友，早年下海办实业，手头资金充裕，他最近刚好要过来，我帮你约约看。周日有空没？我带你见见他。有空的，老师真是麻烦您了。希望苏家渡过难关后，不要再打扰我刷题了。哦，对了，小希啊，昨天你给的那个公式，实验室验证通过了。林夕，你可真是我们研究所的大福星。说你周日想吃什么，老师请你。真的，只要您管饭，去哪儿都行。货的质量确实不错，南边市场正缺这批百货。李老板，那这批货您能全吃下吗？看在老陈的面子上，我先赊账提走1/3去南边销货，卖完立刻结账。要是顺利，剩下那2/3我全包了。太感谢了，李老板，您真是救了我们苏家的命啊！林夕，你别以为帮了家里一次，这个家就是你的了。在爸妈心里，我才是他们养大的贴心棉袄，你少得意。大半夜不睡觉，跑来跟我宣誓主权，脑子怕不是秀逗了。苏柔柔，你现在跑来跟我说这些，不就证明你心里慌得跟敲锣打鼓似的？你胡说什么？我有什么好慌的？你待在苏家的时间比我长，难道还看不清这家人的面目吗？今天爸能为了生意动摇，明天谁也不知道会干出什么。至于妈，她是苏家的媳妇，在这个家里，她根本做不了主，也永远不可能真正站在你这边。我根本不稀罕苏家的家产，我想要的不过是高考，我要考出去离开这儿，所以你不用把我当敌人，咱俩根本不是一条路上的。小希啊，多吃点肉，爸看你最近读书辛苦，人都瘦了。谢谢爸。小希啊，你看你师从陈老，这是多大的福气！要是陈老周日有空，你能不能带爸请他老人家吃顿饭？就在城里最红火的迎宾大酒楼，爸做东。这算盘珠子都快崩到我脸上。爸，陈老平时工作很忙，不接受任何私人宴请。小希，你爸这也是为了家里好，多个人脉多条路，你这孩子得懂事吧？帮帮你爸。妈，陈老愿意帮苏家，那是他老人家爱惜人才，看在我的面子上拉一把。但我的成绩和老师的信任不是苏家用来拉关系做生意的筹码。以后这种饭局请不要再提了，要是再有，这饭我就不回来吃了。混账！在商言商，人脉有多重要，你懂什么？我确实不懂你们这套钻营。这次帮你们找销路，就算是还了你们的生恩。可想拿我当梯子去巴结陈老，我可不是庙里祭救苦救难的泥菩萨，没空普度。真是个白眼狼，这么好的机会不用，装什么清高？苏成业，我觉得小希说的对，爸，陈老帮的是小希，不是我们苏家。咱们做生意的，不能拿妹妹的颜面和前途去当敲门砖。你个逆子！老子辛辛苦苦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们这帮不争气的东西！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老苏，这孩子也是心疼妹妹，你就别跟他置气了啊。小希，周日你不是要去陈老家吗？到时候大哥你过去。谢谢大哥。哦，在家里有老爷太太护着，我动不了你。你到了外头，看谁还能保得住你这个野丫哈头。哈哈，老孙，我前阵子收了个关门弟子，你绝对想不到，他用自己琢磨出来的动态差值补偿法，硬生生把咱们测试设备电阻箱的误差缩小到了0.3。
还跑通了大型设备轴承的微米级精度问题。老陈，你没跟我开玩笑吧？这可是卡了咱们大半年的精度难题。这测试设备的精度，直接决定了咱们下半年那颗通信卫星能不能顺利上天。我还能骗你？瞧瞧，这就是那孩子的手工推演卷子。精妙，实在是太精妙了。这力学公式用的简直是4两拨千斤啊！老陈，这真是个高中生写出来的？那还能有假？今天我特意叫他过来，顺便见见你这位京大物理系终身教授。英雄出少年啊！这天才孩子到哪儿了？快让我见见！算算时间，应该快到了。小西，今天去陈老那儿，东西都带齐了吗？都带齐了。大哥，你上次托人专门买回来的那套物理参考资料，里面关于力学的部分非常有用，真是谢谢你了。跟大哥客气什么？你能用得上，那也是凭你自己的本事。大哥待人实在温和，是苏家唯一一个真心对我好的。大哥，你这方向盘怎么抖得跟筛糠似的？出什么事儿了？小西，刹车失灵了。小西，刹车没用，完全踩死都没反应，车子停不下来。不好，根据卡车速度和撞击夹角，如果直接撞上去，生还率几乎为0。我熬夜背熟了3000条物理公式，刷完了整本真题，可不能折在这破车祸里，太亏了。大哥，别踩了，快拉手刹，往右打死，撞路边那棵大杨树，树干的木质结构能缓冲撞击力。真要命，疼死了！千万别骨折，别废啊！我的习题、卫星线算全部要靠这只手，我的求学路不能中断。大哥，醒醒，没事吧？你看一下刹车踏板底面是不是卡了东西？我没事，小西，是仓库里的工业胶垫，有人提前动了手脚。大哥把物证收好，千万别弄丢。我们先去医院，这笔账后面慢慢算。小西，程宇，你们怎么会撞成这样？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大哥，你这开车技术也太差了，那车前天刚做完保养，你也能撞树上？姐姐，大哥平时开车一向稳妥，今天怎么偏偏带你出门就出事儿？路上是不是分心耽误驾驶了？一出事故，没人关心我们伤势，第一时间全部推卸责任。苏家所有人的良保，今天算是看透彻了。妈，没事儿，医生说一会儿就能回家静养。还有二哥，你要是不会说话，可以把嘴捐给需要的人。车子保养过是不假，但架不住有人往车里添料。什么添料？程宇，你说清楚。爸，这块垫子卡在刹车踏板最底下，我踩死刹车的时候被它顶住了。你别是自己开超车撞了车，随便从哪捡块垃圾来糊弄罢了。糊弄？小西这手伤了，还怎么去见陈老？李老板那边的货源还指望着陈老牵线呢。在他眼里，亲生女儿重伤，远不如一单生意一层人脉值钱。爸，这块垫子是故意塞进去的，这是蓄意杀人。我叫了周姨来送饭，她在咱家打扫卫生，一会儿问问她有没有注意到什么。周姨，进门先看垫子，真是不打自招。周阿姨，您来的正好。这块仓库里的工业胶垫，您在家里整理杂物的时候见过吗？这不过是旧货架子底下的垫子，仓库里多的是，我怎么会注意这个？通常下午3点是你去车库清理卫生的时候，你走之后车就没动过。你当时发现什么异常吗？大哥，你不能因为周姨刚回来就平白无故冤枉她。周姨在苏家做了10几年，怎么会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就是林夕一回来，家里就没个安生日子。我看就是他自己在学校得罪了人，报应在车上了。二哥这脑子真是苏柔柔指哪他打哪，二哥永远看不清真相，只会盲目偏袒。周阿姨，前天下午3点到5点，你在哪里？我出门去百货商场买菜了。买菜？前天你5点半才进家门，手里就提了一把蔫巴的青菜，从咱们家到百货商场菜摊来回走20分钟足够了。剩下的2个小时，你是不是在车库里忙着塞这块垫子呢？奶奶，我是冤枉的呀！大小姐一回来就这么容不下我，这是逼我去死啊！小希，没有真凭实据，不能委屈了家里人。小希的右手差一点就废了，如果今天不是他反应快，躺在太平间里的就是我们2个了。这事必须查清楚。够了！既然说不清楚，那就直接打电话报警。
现在正和李老板谈大龙百货的生意，要是这时候闹出蓄意谋杀的丑闻，咱们苏家的名声就彻底臭了。老爷，我从小看大少爷长大，怎么可能害大少爷？对啊，爸，为了一块垫子惊动警察，外人怎么看我们？还蓄意谋杀，说不定就是不小心掉下去的。林夕这不是没事找事吗？西西啊，说不定就是不小心掉下去的，不存在什么杀人不杀人的，吓死我了。名声，在他们眼中，苏家门面生意比2条人命珍贵。今天纵容凶手，明天对方只会遍布家里。爸，百货批发的李老板最注重合作伙伴的作风。如果他知道苏家为了息事宁人，连想要人命的凶手都包庇，他会觉得苏家是个有信誉的企业吗？小西说的对，要想做大生意，底子必须干净。这块胶垫我们会带回去做调查。周平，请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敢动手害人，就要承担对应的法律代价，躲不掉的。柔柔，别出声，那个野丫头整天欺负你，抢你的风头，我这是为了给你出气。完了，我前天明明亲眼看到周一在车底下塞东西的，我当时要是说出来，车祸是不是就不会发生？现在周一被警察带走了，万一他为了脱罪跟警察说我是他的共犯，那我是不是也要去坐牢？我不能坐牢，我还要考大学，我是苏家的大小姐。小西，多喝点骨头汤，伤筋动骨100天，在学校可别累着右手了。谢谢妈，这汤炖的真烂，好喝。程远，明天一早去把车库的锁全换了，以后车钥匙你贴身带着，谁要都不给。知道了，爸。这钥匙以后除了我和小西，谁也摸不着。柔柔，你怎么了？脸色白成这样，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没有，爸爸妈妈，周一不在家，后院那只野猫没人喂，我去后院给它送点剩饭。喂猫？这院子里的野猫平时见到苏柔柔都绕着走，今天怎么突然这么有爱心了？这眼神飘忽，手抖得跟筛糠一样的，绝对有鬼。爸妈，我吃饱了，就先走了。陈老，您慢点儿。小西，陈老来看你了，快把书收收。师傅，您怎么亲自来了？还带了这2本大砖头书，这可是省图书馆都借不到的宝贝。哎呀，师傅真是懂我。这苹果虽然甜，但这2本书对我来说，简直比下馆子吃红烧肉还解馋。小西，你这手，医生怎么说？会留下病根吗？师傅您放心，医生说了，就是轻微骨裂。我这骨头硬着呢，天天喝普语汤，不用1个月，保准能单手举起10锁。苏太太，我有几句关于学术竞赛的保密话，想单独和小西聊聊。哎，好，那你们聊，我去厨房跑茶。小西，车祸那块垫子，程宇拿给我看了，那可不是普通的废橡胶，那是我们卫星安全局下属配件厂前年报废的特种防震阻尼片。特种阻尼片？那怎么会在我们家车里？我问了程宇，你们这边家百公司回收过有一批国营厂的报废设备，这垫子应该就堆在你们家仓库里。作案的人是从你们自己仓里捡的。难怪，那人根本不知道这垫子的来历，只是觉得它够硬，能卡死刹车。聪明反被聪明误。这种特种阻尼片是高密度航空橡胶，表面极其光滑，绝不易沾灰。沾了手汗，能把指纹保留得清清楚楚。我已经给分局的熟人打了招呼，让他们做加急指纹鉴定，只要印子对上，谁也赖不掉。指纹能保留得清清楚楚。完了，证明没带水套，那上面一定全是他的指纹。一旦警察对上指纹，周宇就彻底完了。周姨，出大麻烦了。柔柔，太太他们是不是相信车祸是意外了？是不是不怀疑我了？什么意外？陈老认出那块胶垫了，那是卫星安全局里专用的航空阻尼片。他说那垫子密度极高，只要沾了汗渍，能把指纹保留得清清楚楚。指纹？怎么会？居然能查到指纹？周姨，我知道你当初是一时糊涂，说是想帮我出口气，替我讨回点公道。可你这次真的太冒险了，差点就害死大哥和林夕，这已经不是小事了。柔柔，你什么都没说，对吧？周姨，我什么都没泄露，也从来没想过要出卖你，你可千万不能乱说话，要是让警察知道，我真的承受不住的。乱说，这就是我护着的好女儿，出了事第一时间是撇清关系。柔柔，
我要是坐了牢，你以为你能安稳当你的苏家大小姐吗？周姨，你放手啊！我真的一直在帮你，我没有做错什么，我只是想当苏家的女儿，我只是想安稳过日子而已。安稳过日子？苏家女儿，你以为你是谁？你是我周平怀胎10月拼死生下来的亲生骨肉。你说什么？你胡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只是家里的保姆，怎么可能是我的妈妈？我胡说！19年前在妇产医院，我趁着护士换班，把你们的襁褓调换了。苏太太生完孩子体力透支，当场就晕死过去了。我看着我亲生的女儿孤零零躺在那儿，连口热奶都吃不上，凭什么她的女儿生来就锦衣玉食做千金小姐？我不甘心，所以我把你换去了苏家，让你替她享尽荣华。那林夕呢？我把那个野丫头装在篮子里，扔在远郊的大路边。我本以为她会冻死，谁知道她命大，被个捡破烂的老太婆抱了回去。我忍了19年，在苏家做牛做马，俯首称臣，熬了整整19年，就是为了看着我的女儿疯狂享福。柔柔，你身体里流着我的血，你是我唯一的指望，你绝对不能丢下我不管我。我是周阿姨的女儿，我竟然是保姆的女儿，凭什么林夕是真正的千金，我却是保姆的女儿？林夕，你不该活在世上！不，我绝不承认，苏家的一切都是我的，林夕必须死！哟，柔柔，见了一面周平，怎么跟丢了魂似的？周平在里面没少跟你说掏心窝子的悄悄话吧？林夕，我的事不用你管。看来这派出所里，周平跟苏柔柔说了挺刺激的话。大哥，你今天一大早神神秘秘的跑哪儿去了？脸色差的堪比物理压顶难题，难不成碰上吴姐的事儿了？小希，我托朋友去了你当年出生的区妇产医院，调出了19年前的原始归档记录。周平和沈兰是同一家医院生产的，周平于生产第3天抱着女婴不告而别。是的，之前只是单纯的查同天生产的人，看有没有抱错孩子的，没想到周阿姨跟妈生产日期差3天。周平当年生完孩子就失踪了，3个月后就来苏家当柔柔的保姆了，这中间生完孩子就失踪，3个月后却能精准的找到苏家。周平对苏柔柔好的过分，对我却恨之入骨。我算是看明白了，这哪是意外报错，分明是一场精密细算、提前布局、耗时19年的大型人为策划案。变量、时机、后续铺垫全部拉满，比我做的力学综合题套路还深，属实离谱。大哥，苏柔柔可能是周平的亲生女儿。苏柔柔，大清早的站在楼梯上听墙角，这可不是大家闺秀的作风啊！我只是下楼喝水，你们少在背后编排我。跑得这么快，看来苏柔柔难道知道点什么？大哥、西西姐，你们不能这样啊！这是周姨私人房间，私人动别人私人物不合规矩，万一丢了东西，到时候都说不清的。苏柔柔，周平现在在派出所接受问话，家里人帮忙代为清点他私人物品，情理上说得过去。你急急忙忙拦在这里，紧张什么？再怎么说也要等爸妈回来做决定。未经允许敲开房门传出去，旁人只会说我们苏家仗势欺人。苏柔柔，你这么拼命护着一个保姆，难免让人多想。该不会是怕我们在这里面翻出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吧？大哥，林夕凭空揣测，周姨从小带我相处那么久，我不忍心看她房间被乱翻而已。柔柔，我们不乱翻，只是看看房间里有没有异常的东西。毕竟我和林夕刚出过车祸，难免谨慎点。别碰那个盒子，那是周姨私藏的物件，我们没权利打开她的私人物品。柔柔，这个盒子藏得这么深，就越证明这盒子里可能有见不得光的东西。那也不行啊，大哥，我们没权利打开私人物品。看他这反应，我才真不会猜中了吧？那警察总有权利了吧？我们交给警察。大哥，先别去派出所。小希，不送去派出所，咱们带着这盒子去哪儿？周平在派出所里一口咬定车祸是意外，光凭这一个打不开的铁盒子，警察立不了案。咱们得先去一趟陈老家。行，听你的。陈老认识不少局里的公安专家，咱们让他帮忙。小希，
手还疼不疼？程宇，你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师傅，这是当年我和苏柔柔在去妇产医院的出生记录。档案显示，周平跟我妈是同一家医院生产。我出生后，周平就抱着女婴不告而别。可3个月后，周平又改名换姓，精准的回到了苏家当保姆。你出生后3个月后改名前回，这绝对不是巧合。还有车祸那天，周平说他下午2点出门买菜，4点才回来。但我查了，苏家后门到菜摊步行来回只需要10分钟，剩下的1个小时50分钟，周平根本没去买菜，而是藏在车库里动手脚。他利用这多出来的1个多小时，把特种阻尼片卡进车底。师傅，我怀疑当年我和苏柔柔被报错，是周平为了让亲闺女当上苏家大小姐，故意进行的调包。我想求您用局里的关系，深挖周平当年在妇产医院的真实底细。小西，你放心，当年妇产医院的一批老医护，不少人早就退休回了外省老家，排查起来繁琐。我下午立刻联系老刘，让他排查走访，务必挖出当年所有真相。拐卖加蓄意伤害，性质恶劣，真查实了，非把这恶婆婆关一辈子不可。总算有靠谱的人彻查了，物理证据、人为痕迹、时间线全部吻合，只要找到人证，19年的真相就能彻底翻盘，总算不用靠我独自推理破案了。小西，介绍一下，这是京大物理系的孙教授，也是咱们局里特聘的卫星轨道保密顾问。老陈，这就是你天天在电话里跟我吹嘘的那个物理天才。我出的这道卫星轨道扰动修正题专业度极高，圈内年轻者都未必能吃透。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娃娃能看懂？老陈，我看你是太久没见过年轻人，被人随便糊弄了。孙教授，您这道题带入的是苏联哈克拉莫夫的经典力学修正公式，但里面的第3步重力场扰动因数的常数，您带入错了。你说什么？常数错了？最新科研周报上，这个常数已经修正到了小数点后6位，您用的是85年的老数据。这是上个月刚解密的内部学术周报内容，你一个高考生上哪儿看到的？陈老书架第3排左边第5本，那本英文原版的天体动力学简讯，虽然被划掉了秘籍，但里面的公式我前天刚背过。说到底就是知识点更新之后的小漏洞，很多资深学者习惯沿用固有经典数据，反而容易忽略最新修正成果，这类细节题最容易翻车。原来小西这么厉害。老孙，这下服气了吧？我可半点都没吹牛。哈哈，这丫头的脑子哪里是普通学生的脑子，分明是一台高速运转的精密计算机，过目不忘，触类通断，太难得。好，不愧是老陈极力推荐的天才。那我再考你一道压轴难题，10打10的专业硬核题，用拉格梅利节量法把这个系统约束条件下的极值给我求出来。求解完毕。约束轨道在第3将键发散收敛，系统最优所稳定，最终卫星姿态角偏差为 0.02 度，误差值在航天允许精度范围内。精妙，太精妙！你居然连射动下的2阶修正都直接心算出来了。老陈，这丫头根本不需要参加普通高考，她是个天生的总设计师坯子。林夕同学，我正式向你做自我介绍，我不仅是京大物理系的系主任，同时也是国家卫星安全保密专项项目的总负责人。今天，我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向你发出破格正式邀请。只要你高考完，不需要等录取通知书，直接进我的保密实验室，参与最新的卫星安全保密工作。这是无数物理系顶尖学子梦寐以求的机会，我破格留给你。保密科研工作，还不用等录取，直接进入京大核心实验室，这也太破格了。孙教授，加入保密项目，参与研发工作我可以配合，但我只有一个条件，进入项目组之后，我有权查阅项目内所有已解密的航天、物理相关文献与实验数据，不受基础权限制。进高端实验室不是为了虚名，最值钱的就是独家文献和前沿数据，刚好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补齐我之前只能靠旧书自学的知识短板，顺便吃透卫星物理相关技术，一举两得。完全没问题。不仅全部解密文献对你开放，全国最顶尖的超级计算设备、实验模拟系统，你都可以全权使用。只要你点头，
你下半辈子的研发经费，国家全包了。成交。来，虽然是左手，但也得把名字签了。从现在起，你就是我们国家级卫星保密项目的正式特别助理，身份即刻生效。你的左手胳膊伤势未愈，行动多有不便。今天我特意调配局里的专车送你回家，一来安全稳妥，二来也顺路认门。后续有工作对接、资料派送也方便，改天带你去局里转转。辛苦孙教授，麻烦您了。二哥，林夕和大哥太过分了，周一不在就私自去他房间，一点也不尊重他。我要告诉爸妈，林夕还让我不要多管闲事。林夕胡闹也就算了，怎么大哥也跟着一起胡闹？这车牌是安全局那边的专用车，怎么停在咱们家门口？二哥，你看到没有？林夕刚刚是从谁的车上下来的？那老头是谁？好啊，林夕，手残废了，也挡不住在外面找野男人送她回家。林夕，你个不要脸的野丫头，老实交代，刚才送你回来的老男人是谁？那上海牌专车可挂着特牌，你挺有本事啊，学会躺着走捷径了。二哥，你别这么大声嚷嚷，万一被爸妈听见了多不好。姐姐也许只是在外面做家教，人家家长看她受了伤，大老远的可怜她，才好心送她回来的。毕竟姐姐一直说要自力更生，要靠自己嘛，是吧？苏成业，把你的猪脑壳洗洗干净，别看谁都像你一样，整天只想着找关系走捷径。老子敢骂我，看我不抽死你！苏成业，我忍你很久了，自己脑子笨，相信苏柔柔那个绿茶就算了，现在还在造我的谣。我是不是告诉过你，我林夕只好好学习，不想参与你们那些斗争，以后少来惹我，否则下次就不是扇巴掌那么简单了。二哥，还想说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姐姐，你怎么能打二哥呢？你也想试试？不用了，不用了。林夕，你给我等着，爸妈回来了，看他们怎么收拾你。爸妈，你们可算回来了！你们快管管林夕，他刚才坐着安全局白色特牌的专车回来的，送他回来的还是个50多岁的老头子，而且他还打我。是的，我也看见了，那车就停在咱家门口，巷子里好多人都探头看呢。看来刚刚给你们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小希，程烨说的是真的，你怎么会坐安全局的车回来？你一个学生，怎么会跟那种部门的人扯上关系？小希，你年纪小，可不能走什么歪路。女孩子家的名声要紧，万一传出去，你跟不明不白的人来往。妈，你竟然也信陈烨那张嘴？他在门口差点动手打小希，我亲眼看着的。我看你们还真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个个没有证据就站在这里指责我，脑子里面到底装了什么？这要是末世，丧尸都不吃你们的脑子，毕竟脑子里面装的都是垃圾。林夕，你怎么跟长辈说话的？你们算什么长辈？从小到大你们都没管过我，现在我的生活你们也别来沾面，有多远就滚多远。我原本以为能跟你们和和气气，可我现在发现好声好气的说你们不停，非得别人骂你们是吧？小希，你怎么了？是不是？我再说最后一遍，我没空跟你们演母女情深的戏码，只好好高考而已。另外接我的人是京大物理系的教授而已，你们最好不要张嘴乱说，否则谁都救不了你们。没什么事，我就去休息了。孙卫民教授，林夕什么时候结交了这种人？那周姨的事，他到底知道了多少？不行，我一定要想办法打探打探。周姨，不好了，林夕那个贱人不知道怎么搭上了京大的孙教授，今天是用特殊牌照的专车送他回来的，今天还去你房间翻到了个铁盒子。你说什么？京大的教授？车上的东西，他们是不是很快就能查出我的指纹？还翻到了铁盒子。对，林夕已经起疑心了。铁盒子里面到底有什么？那里面有我以前的身份证明。你说什么？绝对要想办法将那个东西毁掉，否则我就要坐牢了。柔柔，我要是坐牢，我就在法庭上把当年的事全抖出来，我要让全城的人都知道，你其实是我这个保姆的狗。不行，你不能说。周一，不，妈，你教教我该怎么做。指纹鉴定最快也要3天，警察现在没有直接证据，今晚就会放我回去配合调查。警察也没跟我说铁盒子的事儿，说明他们根本没交给警察。
你去跟太太暗示林夕跟老头子勾勾搭搭，太太最在乎面子。对，爸妈最在乎苏家的名声，只要林夕的名声臭了，爸妈绝对不会再护着她。周庆，警察那边到底怎么说？你到底有没有在车里动手脚？那刹车底下卡的胶垫是不是你放的？太太，我是冤枉的呀！我前天去车库，就是看那车底下脏了，想帮大少爷擦擦车。我一个下人，哪有胆子动刹车那种要命的地方？我哪知道什么胶垫不胶垫的啊！我伺候了苏家19年呀，太太。大少爷是我看着从半大小子长成现在这样的，我怎么可能害大少爷呀？太太，你一定要相信我呀！我要是有这个歹心，天打雷劈不得好死！行了，起来吧，别跪了。一切等警察的指纹鉴定结果出来再说，清者自清。这段时间你不用干活了，在后院待着，哪儿也别去。林夕同学，这里就是我们局里的数据解密中心，里面的机器都是今年刚配的最新型号，运算速度比原来那台快了不止10倍。那个是1号机器吧？好严肃，好庄重，好喜欢。孙教授，这里的东西我都可以使用吗？当然可以。孙教授，这些机器的运算速度应该在每秒10万次左右吧？你连这都知道？看文献上写的。不过这种算法在多星轨道定位上冗余计算太多，效率太低。不对，带入第3轨道的射动常数后，解出来的偏分钟方程在边界上是不收敛的。这组数据绝对有漏项。怎么了，老刘？用拉格尼特法试过没有？试过了，计算量太大，我们的计算机跑了3个小时，直接死机了。你们方向错了，这里不该用拉格尼亚多前量，应该用庞维诺的小参数展开法。只要把高阶项忽略掉，计算量可以减少90%。小姑娘，你多大呀？这可是国家重点项目的轨道计算，别在这捣乱。最终的收敛半径是0.43，你们代入这个数，5分钟就能算出结果。算出来了，真的完全收敛了！老天爷，这姑娘是计算机转世吗？小希，小希啊，奶奶看你了，我给你带了乡下的土鸡蛋。这不正好送上什么了吗？哎，你谁呀？赶紧把这脏东西拿远点！你看看这泥巴蹭一地，回头我妈看见了又要说。小伙子，我是小希的奶奶，我听说小希手受了伤，不放心，从乡下坐车过来陪他高考，顺便给他送点自家树上打的核桃补补脑。陪考？林夕在苏家，吃穿用度一样没短过他，有保姆照顾他，大老远跑这一趟何必呢？这些东西你拿回去吧，家里什么都有，不缺这个。奶奶，你怎么来了？这么大热的天，你咋自己坐客车过来了？你腰不好，长途车颠一路。小希，奶奶听说你的手受了伤，在乡下急等宿整宿睡不着，奶奶来陪你，奶奶给你做你最爱吃的擀面条，养养身子。中，我最喜欢奶奶的擀面条了。走，我带你进去，给你倒杯水歇歇脚。您就是林奶奶吧？我是姐姐的妹妹苏柔柔。你好，请问你过来？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我最近看姐姐每天坐着一个豪车进进出出的，她每天回来的也很晚，而且接她的人还是个老头子。不可能，我的西西绝对不会做那种事。奶奶，我知道姐姐不是那种人，可是姐姐最近身边突然变得好了起来，我是真的害怕她走了歪路，这才忍不住告诉你的。苏肉肉，你在我房间干什么？小希，他们怎么能这么糟践你的名声？你是个好闺女啊，他们怎么能这样污蔑你？奶奶，你别听他们瞎说，我没有，那是我师父的朋友。奶奶，你醒醒！大哥，快来人啊！叫救护车！姐姐，奶奶怎么样了？没事吧？苏柔柔，奶奶变成这样全都是你害的，
我告诉你，要是奶奶出事，我绝对不会放过你。姐姐，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今天只是关心了一下林奶奶，谁知道她就变成这样了。苏柔柔，病人家属在哪儿？医生，我奶奶怎么样了？她有没有事？你告诉我。病人是突发性重度脑溢血，幸亏送来的早。不过他是受了极大的精神刺激，血压瞬间人冲顶，以后千万不能再来让他受气，否则随时有生命危险。苏柔柔，这笔账我记下了，你最好祈祷不要被我抓住小辫子，你给我等着。大小姐，你那乡下奶奶死了没有？没死就赶紧让她回乡下去，别在城里给我们添堵。周平怎么说话呢？嘴上也没个把门的。西西呀，刚才那个是你奶奶，她怎么突然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家里什么都没准备。周平，我知道你是指使苏柔柔干，我告诉你，有什么事冲我来。欺负老人算什么本事？小西，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周平，我已经给过你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这次你伤害了奶奶，是真的惹怒。这是指纹鉴定的催促函，周平，明天上午警察就会拿着指纹对比结果来苏家，你就等着坐一辈子牢吧。小西，你真的要搬出去？高考就剩1个星期了。大哥，这里不是我的家，我奶奶来了一趟，连口水都没喝着，就被他们害成这样。再待下去，奶奶连命都会没了。这个地方不是我的家，我要离开这里。好，我先把箱子送下去，你再看看没有什么要拿的东西。以后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来找我。老苏，那个乡下老太太今天被气进医院了，说是脑溢血。林夕刚回来，眼睛红得跟兔子似的，肯定是心中有怨。记恨就记恨，一个乡下老婆子死了也就死了，倒是林夕那丫头你听着点，她最近跟那个姓孙的教授走得近，安全局那边的人脉不能让她白白攥着。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你就明白。这丫头要是听话，咱们好好养着，将来她手里那些关系网自然也是苏家人些。她要是不听话，户口本上她的大名还在苏家名下，高考报名、政审档案哪一样不经过我的手？我一句话，让她连考场都进不去。一个18岁的丫头片子能翻出什么浪？再退一步说，把她联姻，苏家这阵子的资金窟窿不就堵上了？她要是识相，就该乖乖听话；不识相，有的是办法让她实现。爸，你说的这还是人话吗？小西的奶奶躺在医院里生死未卜，你在这盘算怎么把她嫁出去换钱？上回厂子资金周转不开，你就动过这个念头，我当时以为你只是一时糊涂。程宇，你跟谁大呼小叫的？我是你爸，什么火坑不火坑？老郑家几百万的家产委屈他了。一个乡下长大的丫头能有这门婚事，那是她的造化。造化？你管这叫造化？小西18岁，刚考上京大，手还断着，奶还躺医院里，你在这算你的钱，算你的人脉，算怎么拿他的户口卡他的脖子。你想让他考不成试，你想拿他换聘礼，赌你那些烂账。程宇，你小声点儿。什么叫烂账？你爸也是为了这个家。这个家从你们盘算着卖小西那天起就已经烂透了。林夕考级大凭的是自己的脑子，不是靠你苏家施舍。至于你的联姻大计，另找别人去吧。从今晚起，我跟小西一起搬出去。不必那么麻烦了。既然我都要搬出去了，那这个你们也签一下吧。你竟然要跟我们断亲？没错，我已经受够你们。本来看着大哥的份上我还能忍忍，可是苏柔柔竟然敢对奶奶动手，我绝不原谅。既然你们不喜欢我，那你们就当没我这个女儿。不行，我不同意。跟我们断亲，你拿什么高考？信不信我让你永远没办法高考？我的老师自然会为我想办法。如果你不让我高考，那我就只能把你之前做的那些事全都抖出来了。大不了我们同归于尽。你这个逆女！行了，赶紧签吧。林夕，你可别后悔，离了我们，你连生活都很困难。我等着你回来求我们。你说谁后悔？既然你们不肯养林夕，那我来养。陈老，您怎么亲自过来了？这是我们的家务事儿。家务事儿，家务事至于闹到林夕要跟你们断亲的程度吗？小西是个好孩子，既然你们不养他，那么我来养。老师，从今以后，林夕就是我的干孙女，谁敢欺负她，就是跟我作对。你们好自为之。林夕，我们走。小西，到了陈老家，好好看书，大哥没用，
护不住你，往后的路大哥不能陪你走了。大哥，谢谢你在林家一直护着我，虽然我没体会到父爱和母爱，但是有你这个哥哥，我已经很满足了。之前我只有奶奶一个亲人，现在又多了一个，那就是你。大哥知道了。大哥，苏家不是个好地方，你还是趁早离开吧。这是大哥新找的机器厂地址，以后有困难去这里找。小希，在这里安心备考。我已经跟一中的校长打过招呼，你奶奶我也已经让人安排到局里的保密疗养院了，有最好的医生盯着，绝对出不了事。什么？王局长，您说真的？京大的孙教授亲自给教育局打了电话，要把林夕列为重点人才。是，林夕是我的亲生女儿，我们一定强力配合。好，谢谢王局长。林夕这丫头，居然真的靠上了通天的大任务，这要是成了，我们苏家在省城的生意还愁做不大。别商量买什么破衣服了，备车去陈老家把林夕给我接回来。你忘了，我们已经跟小希断亲了，而且小希这孩子在我们家受了这么多委屈，他绝对不会回来。断亲书算个屁！我们跟林夕是有血缘关系的，再怎么样，我们也是他爸妈，这个家他不回也得回。而且刚才教育局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林夕已经被列为重点人才了。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有了林夕在，我们家的生意根本不用愁了。这里是保密人员住宅，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同志，我是林夕的父亲，我来看我女儿。林夕同志正在闭关备考，任何打扰她的人，一律按妨碍公务拘留。看来这事不行了，咱们去学校堵她。我就不信见不到林夕。老苏，咱们真的要在校门口堵西西？这要是被邻里熟人看见了，多丢人啊！丢人重要还是苏家的前途重要？只要林夕肯回顾家，咱们在省城那块地皮的批文就能通过卫星局的关系拿下来。爸妈，林夕出来了。小希啊，爸妈来看你了。你看看你不在家里都瘦了，高考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能不在家里复习呢？苏先生、苏太太，我们已经断亲了，没有任何关系，有事直说，不用在这演父子子孝的戏码，我嫌恶心。小希，妈知道你受委屈了，跟妈回家吧，妈天天给你炖排骨汤补身子，好不好？别跟家里人跟你们回去，是回去继续给苏柔柔当垫脚石，还是回去再经历一次刹车失灵，直接被你们送进火葬场？小希，车祸的事是个误会，跟妈回去，爸在省城给你买套大房子。这位家长，你想干什么？主任，这两个人我不认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上来就说是我的父母，我怀疑他们想绑架我，不让我高考。来人，把他们给我抓起来送到警局！不，我不是绑架犯，我真的是……快点！拜拜。林夕，你给我等着！都是你这个扫把星，天天在家里挑拨离间。要不是因为你，林夕就不会离开家，我们也不会被关到警局里去。爸，这怎么能怪我？分明是林夕他自己不顾念苏家的养育之恩。闭嘴！今天起，给我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高考考不上，就给我滚去百货仓库当搬运女工。指纹鉴定的结果明天就要送到了，刚才爸在门口发了这么大的火，林夕要是真的成了国家重点保护的人，我们是不是死定了？柔柔，别慌，明天是高考第一天，只要林夕明天进不去考场，或者在考场上发挥失常，他就什么都不是。可是学校有教导主任护着，陈老家里还有保卫人员。陈老家我们进不去，但在考场外呢。高考那天人山人海，总有保卫看不过来的时候。程宇现在也走了，家里现在就剩程烨那个不争气的。柔柔，你去一趟一中，给林夕送这盒鸡汤。爸，我不要，林夕都我们害成这样了，你还让我去讨好他，我才不去。不去你就给我滚回后院，跟周平一样天天挑水洗衣服。要是能把林夕劝回来，下个月赵家的婚事，我多给你2万块钱嫁妆。姐姐，我听说你手受伤了，爸特意让厨房炖了黑豆鸡汤，让我给你送过来，你趁热喝吧。苏瑶瑶，演戏演上瘾了，这里没别的，收起你那副恶心的嘴脸。林夕，你别给脸不要脸！我好心给你送汤，你居然倒在地上。苏柔柔，回去告诉苏志强，他的批文这辈子也别想拿到，而你，好日子也到头了。
希，绝对不会让你顺利参加高考，我要让你彻底身败名裂。小希，多吃点，这可是奶今天一大早去集市上挑的新鲜麦子面，磨得细细的，可劲道了。吃了脑筋转得快，考试一准能考好。奶奶，你身体刚好，就不要做这些事儿。不过您做的面最香了，在苏家天天吃那些洋玩意儿，我胃都快坏了。还是您擀的面条实在，一吃就知道是用面粉和力气称出来的。小希，你奶这2天在院子里把我的花花草草照顾得比保卫员还好，你呀就安安心心备考，别分神。就知道奶奶闲不住，你们放心，我一定会考个好成绩出来。大娘，您别在这转悠了，让小希安心做题。她在屋里能听见你脚步来回响，心里反倒静不下来。老首长，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小希这孩子命苦，从小没了爹娘，跟着我在乡下吃了那么多苦，好不容易考到城里来，手又伤了，奶又没本事，帮不上他什么。奶，您放心，19年的委屈，这一回我连本带利全部帮您讨回来。小希，铅笔带够了吗？橡皮呢？准考证没忘吧？进了考场，要是答不出题，千万别着急啊！实在不会就先放着，坐后面。奶，你看我是林希，这世上还没有能难倒我的物理题。好丫头，有这股精气神儿，师傅在外面等你凯旋，放心去考，天塌下来师傅给你顶着。肯定的，师傅，那也不看看是谁的徒弟。哈哈哈，妹子你听听，看把她能的。不过这丫头能得对，能得正。沈兰，你说那边那是不是林夕的车？林夕是不是来了？快，咱们过去跟林夕说几句话。志强，程宇这孩子都走3天了，一封信也没往回收。他一个人在外面做苦力，可怎么过呀？柔柔，你别听爸妈瞎念叨，今儿高考，二哥真心送你，你好好考，等考完了，二哥带你去省城吃西餐。我偏要考出去，让你们看看为什么今儿是我的大日子，爸眼里却只有那个林夕，妈的心里也只有那个离家出走的苏成宇，他们根本不在乎我。林夕，你凭什么把所有人的心都勾走？我的柔柔，妈守了你19年，今天这么大的日子，妈却连站到你身边的资格都没有。反正警察明天就要拿指纹来抓我了，我这辈子注定要死在牢里。林夕，你这个毁了我女儿一辈子的贱人，老娘今天就是死也得拉你当垫背子。苏成宇，你个吃里扒外的，放开我！老实点，鬼鬼祟祟在考场上行凶，跟我们去一趟保卫处。大哥，谢了。小希，进去吧，外面有大哥守着，一只苍蝇也飞不进去。小希啊，爸听说你考完了，特意在迎宾馆订了最好的包厢，给你和陈老接风洗尘。苏志强、沈兰，你们养了19年的好女儿，根本不是医院报错，而是你们家保姆周平故意亲手调换的亲生骨肉。你说什么？妈，我不是，我是你的柔柔。爸，你们别听他们瞎说，我怎么能是周阿姨的女儿？柔柔，怎么会这样？我的柔柔啊，妈养了你19年，妈不信你是那个保姆的。我信。当年周平换走林夕后，为了让自己的种享福，把刚出生的林夕直接扔进了路边里。要不是沈大娘捡回来，林夕早就化成白骨了。哭哭哭，就知道哭，肯定是因为你爱哭，林夕才不进苏家。西西，你要是看着苏柔柔不顺眼，嫌她在这里碍眼，爸今天就把她送回乡下去，再也不让她进城。爸以后只疼你一个人。苏志强，你的良心难道也是用苏家百货的批转做的？周平，刹车阻尼片上提取到了你的完整指纹，现场缴获的废机油瓶上也检测到了你的皮屑，加上19年前妇产医院接生护士的口供，你的罪名已经坐实了。民警同志，我是冤枉的，
我跟赵护士反标签，是因为我在苏家做工的时候，柔柔那个孩子生下来就病怔怔的，我看着心疼。蓄意破坏车辆制动系统，在考场外持废机油行凶，这叫没想杀人。我就是想让他摔一跤，受点伤，好成事，然后苏家就会嫌弃他，就会把他送回乡下，我的柔柔就能一直留在苏家。说完了，说完了就签字。你刚才说的每一句理论上都有。签字之前我再提醒你一次，破坏车辆制动系统，致人重伤，量刑标准你自己心里清楚。你明知道他与我不和，还逼着他来给我送鸡汤演戏，在你的眼里，不管是不是亲生，都只是你用来绑架的筹码，对吗？小希，你爸爸也是为了这个家呀，你身上流着我们的血，你不能这么狠心啊！为了一块地皮几单百货生意，拿2个姑娘的人生做交易，拿血缘亲情当谈判筹码，苏志强，你这生意算盘打的连底线都磨没了。师傅，案卷证据齐全，该走的工程按规矩来就行，我没必要再和他们纠缠。林夕，总分理科满分，你是今年临江市的高考状元。意料之中。林夕，省报和市电视台的记者已经在路上了，这个状元你必须配合登报，只有这样，我们安全局的项目才能顺理成章的给你申请国家最高级科研人才保密津贴，彻底把你和苏家隔离开。小希，孙教授说的对，登报留名，让全省的人都看着你。苏志强那只老狐狸，就再也不敢在暗地里动你一根毛嘛。师傅孙教授，我明白你们的意思，登报采访确实能给我一层保护册，但是我习惯了在实验室里算题，在资料堆里翻数据，被闪光灯对着，被人围着问东问西，那种场面，我觉得会浪费很多时间。林夕，你听我说，你不喜欢抛头露面，我完全理解。可现在这个局面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是你有没有选择的问题。上了省报就是一把锁，一把能把苏家所有爪子挡在门外的锁。今天不一样了，今天你手里攥着的是一张能上省报的成绩单。你配合采访不是为了出风头，是为了让你奶奶以后再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不用再躲着苏家那帮人的眼色。好吧，我愿意接受。妈妈，你看。我考了520分，虽然算不上拔尖，但上个重点本科肯定没问题了。就是不知道姐姐考得怎么样。姐姐高考前一直没怎么复习，我真担心她落榜。今年我省高考理科状元已经揭晓，来自省重点高中的林夕同学以总分742分的惊人成绩夺得桂冠。明天上午，省教育厅将联合各大高校在礼堂召开状元记者会。状元，总分742，林夕是全省状元。西西考了全省状元，好一个林夕，这可是光宗耀祖能上报纸的大喜事儿啊！爸，咱们苏家要出大学生了，还是个状元。全省状元，凭什么是他？他一个乡下土包子，凭什么踩在我头上出风？这不可能，就凭他，肯定是抄的。爸，这绝对是高考漏图了！你给我闭嘴！高考是国考，谁敢漏图？现在全省都在看着我们苏家出了个省状元，这是多大的面子！公司的生意有救了，立刻去准备车，明天一早跟我去省教育厅大礼堂，必须把林夕接回来。柔柔别哭了，爸今天是被那个野丫头冲昏了头，竟然为了她动手打我。二哥，我不是嫉妒姐姐，我只是害怕姐姐以前在乡下，听说认识很多社会上不三不四的盲流地痞。柔柔，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二哥，你别问了，我答应过隔壁大师不乱说的。他看见好几次姐姐坐不同男人的车回来，我怕他这成绩是用了什么不光彩的手段求来的。下贱，真是不知羞耻！难怪能考这么高，原来是走这种下三滥的邪门歪道。二哥，你千万别冲动，姐姐现在是省状元，要是得罪了她，会把我们赶出去的。怕什么？明天就是林夕的状元记者会，我非要在全省记者和摄像机面前揭穿这个不要脸的骗子。爸爸，您这是要做什么？要把我赶走吗？柔柔，城南那套新盖的独栋小洋楼已经装修好了，环境清静，我已经让人收拾好了，你今天就搬过去。苏志强，你疯了！城南那是晃去个
车都没有，你把柔柔一个人扔到那儿去，你还是人吗？林夕现在是省状元，京大和华大的教授都抢着要死。如果让林夕知道柔柔还在家里，他怎么可能愿意回这个家？爸爸，都是我不好，我占了姐姐的位置，我走就是了。您别生妈妈和二哥的气。小李，把柔柔小姐的行李装到面包车上，送去城南。我现在就亲自去找林夕，只要能让她回苏家，让我给她赔礼道歉都行。苏总开着桑塔纳大驾光临，有何贵干？西西，我的好闺女，这种粗活怎么能让你做？爸在城中心给你买了一套带露台的大商品房，咱们今天就搬回家。回家？我的家在乡下。苏总，你怕是认错人了。西西，爸错了，爸以前是睁眼瞎。只要你肯回苏家，把户口迁回来，你要什么爸都答应。公司的股份、商品房、存折，爸什么都能给你办。苏志强，你想要的不是女儿，而是我头顶上省状元的名声，能帮你拉拢关系做大生意。收起你这套廉价的把戏，我的未来在国家物理实验室。而你不配出现在我的功劳者上，滚！大家不要相信他，林夕这个省状元是假的，他是靠勾引有权有势的男领导才拿到试题的。林夕，你敢不敢当着全省记者的面交代清楚？你过去半年天天往省物理研究所跑，到底是去鬼混还是去陪男人的？简直是无耻造谣！我是京大物理系的孙教授。林夕同学过去半年里是在我们研究所协助完成了国家重点超导材料课题。他不仅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了3篇论文，还帮我们破解了搁置5年的物理难题。他去研究所，是我们这群老骨头求着他去。你这个不学无术的流氓，竟敢用你那肮脏的心思污蔑一位未来的国之栋梁！公安同志，把这个造谣诽谤的败类给我带走！苏老板，说好的上个月底结账，现在拖了半个月，你当老子是开善堂的？王老板，再宽限几天，等我那批百货出手。宽限？你拿什么宽限？你仓库里那堆破烂卖给谁去？告诉你，3天之内不把500万窟窿堵上，你这栋宅子我们就收了。老苏，我胸口疼。疼什么疼？没看见我正烦着吗？完了，苏家真的完了，我不能待在这儿，我得走。爸，后院仓库的锁被撬了，那些库存全被人拉走了。谁干的？邻居说，是郑家来的人。明远哥哥，我家里出了点变故，爸妈让我先来你家住几天。柔柔啊，你来的不巧，我们家明远过几天要去南方出差，家里不方便留外人住。阿姨，我们是有婚约的，我不是外人。柔柔，那个婚约当初只是2家大人开玩笑的，我最近也在考虑个人发展，暂时不想谈这些事。开玩笑，明远哥哥，你当时当着所有人的面说选我的。苏小姐，你家里现在欠了一屁股债，谁沾上谁倒霉。我们赵家是做正经生意的，可不想被拖下水，你请回吧。为什么连你也不要我？苏志强3天来找过我，在门口跪了整整2个小时。他老婆沈兰突发心梗，住进了 ICU， 医药费都凑不齐。我知道，医院给我打过电话，说他是我的法定监护人，要我去签字缴费。你去了吗？我让律师去了，把那笔他当年给我买衣服的钱原数打到了医院账户，够付3天医药费。3天之后与我无关。小希，你做得很对，不欠他们，也不被他们绑架。师傅，我的户口已经迁出来了，从法律上讲，我跟苏家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有困难找警察，不用找我。妈，您当年站在苏柔柔身边，看着奶奶被气倒的时候，可曾想过，有一天你病了，守在你病房门口的，还是那个被你嫌弃过的乡下丫头？柔柔，爸实在是走投无路了。郑家说了，只要你肯嫁过去，那500万的债，他们帮我们还一半。爸，你疯了！郑向东是个瘸子，还有暴力倾向，你让我嫁给他？那你告诉我怎么办？你妈躺在医院里等钱救命，你二哥明天就要被判刑了，你大哥跑了，
家里连下个月的米钱都没有。别逼柔柔，我出去借。借？你拿什么借？你以为你是谁？凭什么林希就能飞黄腾达，考上状元，当什么顾问？我就要被你们卖去抵债，我不服！就凭你现在还姓苏，你不去，明天法院的人就来收这栋房子。你妈死在外面，你二哥蹲在大牢里，你自己去大街上要饭。林希，都是你抢走了我的一切，我好恨。妈，我来看你了。您这辈子最怕丢脸，最在乎名声，到头来躺在这么安静的地方，倒也清静。听说苏柔柔在郑家常年受尽搓磨，度日煎熬。苏父跟着苏成业只做苦力，苏成宇离开了本地。算了，不说了。下辈子别再见了。小希，回来的正好，奶刚出锅的红烧肉，香的嘞。奶，我回来了。傻丫头，哭啥？回来就好，洗手吃饭。奶奶在呢，奶一直都在。奶奶，您说的对，这辈子只要有您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至于那些人和事，就让他们留在旧时光里吧。